好，有冇搞錯？大家好，石生。咁啊，今日咧所有人都關心一樣嘢，就係北京而家究竟發生乜嘢，後邊會點樣係嘛？因為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兩個人被捉咧，當然唔單止造成軍方啊或者中共政治上邊嘅嗰啲震盪啊，喂，當然都係對中國國內啊所有官員啊、所有嘅地方、所有嘅機構，當然都係好大嘅一個衝擊啊！對國際上邊地緣政治啊都有大衝擊嘅。咁啊，大家知道呢個中共中央軍委嘅第一副主席同埋呢個總參謀部嘅參謀長兩個人被捉啊！咁啊呢個之後咧發生乜嘢咧？咁啊而家好多消息喺度傳緊嘅。話又講啊，話呢個幾千個中高級嘅軍官而家被捉啊，尤其喺北京。有講咧，張又俠、劉振立其實咧已經俾佢親信嘅部隊已經救出嚟啦，而家匿埋喺一個地方啊。咁啊，雙方又調兵又開始對立，係咪？另外就有啦。係講北京啊，已經進入咗戒嚴嘅街道咧，已經見到呢個裝甲車、坦克咁啊！但係呢個邊個人嘅部隊咧，做乜嘢咧？就當然外邊就冇人知啦。而家仲有講啊，外地好多軍隊而家趕向北京，咁啊喺道路上邊，所以呢啲消息啊，當然傳說紛紜，係咪？真假難辨。第三個就係鋪天蓋地，就唔單止喺網上邊，我哋呢啲人喺度講啊，連美國嘅媒體都開始講嘅，係嘛？佢哋都係傳啊，佢哋都冇消息啊。我相信啊，大家如果有睇就知，佢講嘅一定冇我講嘅咁深入準確嘅。所以而家我哋點樣去分析北京未來會發生乜嘢？而家喺度發生緊乜嘢呢？嗱，我哋首先呢，我覺得啊，第一，我哋首先要講乜嘢呢？首先要睇下而家真實嘅的確發生嘅有證據可以證實嘅嘢啊！呢樣嘢第一，當然大家知啊。呢個新華社中紀委國防部已經公布咗消息啦，係咪？即係大家都知啦，已經嗰樣嘢已經知道。第二嗰個新華社嘅網站，佢上邊有一個高層你去點開個高層咧，可以睇到習近平，跟住係常委，跟住政治局，跟住有軍委，係嘛？下邊全部都有嘅列出嚟嘅。咁啊，你點開佢去睇咧？張又俠仲係喺政治局委員個位上邊，即係仲未攞落嚟。咁啊，軍委嗰度劉振立仲喺嗰度嘅，但係何衛東嗰啲人，而家苗華嗰啲已經唔見咗啦，或者嗰啲已經係呢個係而家發生嘅嘢。咁啊，第三樣嘢咧，我可以同大家講，我得到嘅確實嘅消息就係各個地方嘅軍隊軍營啊，中高級嘅軍人不准離開，住喺營地嗰度所有嘅手機全部繳出嚟交出嚟所有人唔俾離開。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如果有部隊開去北京，哇！呢樣嘢就係咪即係當然即係意思係咩意思咧？大家可以理解啦嚇。咁啊，軍隊係唔俾喐甚至話嗰個武器啊，全部即係以前咧有一啲部隊話要實彈演習嘅，全部取消咗嘅，取消咗。除咗邊度冇取消咧？除咗台灣海峽。冇取消，即係之前咧，空軍啊、海軍喺出邊嗰啲嘢仲未取消啊。不過有冇導彈，我哋就唔知啦嚇。所以而家呢個係一個可以證實。另外有一樣嘢都可以證實嘅，北京的確出現咗好多軍隊。呢樣嘢係可以證實嘅。裝甲車有啲人講啊，有坦克係99式嘅呢個坦克，99式嘅坦克就係野戰坦克嚟嘅，即係中共嗰啲機動部隊啊，即係作戰嘅主要嘅武器。咁啊，我哋證實唔到，但係我哋知道
軍隊喺北京市裏邊咧調嚟調去，走嚟走去，好多地方係戒嚴，你過唔到去嘅。譬如話天安門嗰個附近，即係中南海嗰個附近，地鐵係去嗰度唔停嘅。呢個我哋知係咪？周圍有軍隊行嚟行去，呢個我哋知一定係。另外仲有一樣嘢係喺網上面有人講嘅，喺中國網上面都有人講，話由呢個遼寧啊去北京嘅高速公路停咗，即係有啲人會揸車啊嘛，去北京係咪？揸幾個鐘，6、7個鐘咁樣揸去北京，但係你打開地圖，高德地圖啊嘛，中國嗰個都高德地圖全部都變成紅線，紅色即係咩意思咧？封咗，行唔到嗱，你就要落高速公路行下邊嘅公路。咁啊有一啲人咧就話前兩三日之前啦，佢就喺度揸車嗰時咧，突然間有字打出嚟喺佢嘅手機，或者有個即係你喺公路嗰度行咧，上邊就有字出嚟嘅。係話你要離開高速公路，咁啊即刻離開，咁即係意思即係高速公路已經被封咗，係已經封咗。咁啊好啦，呢幾樣消息我哋係可以睇得到嘅。另外仲有一個消息啊，就係你睇下新華網嘅最新嘅消息。嗰啲領導人咧全部出嚟，而且係每一日都安排3到4個政治局委員，即係正國級、副國級啊，正國級主要係政治局委員出嚟見人，最少3個，有時4個。今日26號啊，你睇蔡奇啊、李強啊，同埋嘅丁薛祥啊、韓正啊，4個人出嚟，佢唔係出嚟話有個咩通知，有個講乜嘢係開會或者係見外賓，咁即係話要有相嘅，全部出嚟，咁啊意思即係咩咧？即係咁啊，大家又可以理解呢啲咧係我哋知道嘅嘢，好啦，咁啊我哋就講而家最驚人嘅傳出嚟嘅消息係乜嘢啦？傳出嚟嘅最驚人嘅消息就係佢而家係被即係呢個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兩個人咧係被救咗出去嘅，俾佢哋親信嘅部隊救咗出去，雙方就開火，仲打咗一輪啊！就話北京西部咧有爆炸聲音，仲有槍聲。咁啊，而家咧有一啲外地嘅部隊係親信嘅部隊就開往北京，即係呢個咧就係呢個係一種消息講啦。咁啊，第二種消息咧就話咧佢哋兩個人喺邊度被捉咧？喺中央黨校被捉嘅，捉嗰時咧受咗傷。據說仲係話係刀傷嚟嘅，即係唔係槍傷啊，刀傷嚟嘅。而家可能係生命係危殆嘅，咁啊即係比較危險咯喎，係嘛？而家即係唔同嘅消息，仲有人話而家總參謀部，即係總參謀部就係即係聯合指揮部嘅，即係指揮長以前係劉振立啊，下邊30幾個將軍全部被捉，仲有話即係總參謀部，即係8·1大樓，即係軍委嘅保安團隊嘅軍官全部捉咗，都係幾十人嘅。咁啊，即係話有人話佢嘅家人被捉啊，捉咗幾廿人。咁啊，好啦，好多呢啲消息啊，唔同嘅消息傳出嚟，好亂。咁啊，就係天下大亂咯，即係咁啊。當然呢個消息係真定假咧，係咪？即係點樣去睇咧？係我傾向於啊，係軍隊而家喺度。應該係冇真正打起嚟嘅。第一，佢捉人一定唔係派軍隊
去咩八一大樓啊，去咩呢個西邊嘅中央軍委啊，或者咩38軍特戰旅啊去打仗，咁啊打咗打完之後捉佢兩個人出嚟，呢個係可能性係好細嘅，因為好簡單。如果想捉佢哋兩個，最簡單嘅方法係咩？掟杯為號嗰種啊，即係古代陰謀嗰一種最好嘅辦法就係咁樣嘅。所以而家傳出嚟話中央黨校嗰度被捉咧，係可能性係最大嘅。我自己覺得可能性係最大嘅，因為嗰日開會啊係20號，20號之後就傳出嚟啦。但係而家有人講話18號就有人講已經捉咗啦。仲有人講係最早啊，係16號，1月16號就講1月16號係中央軍委開嗰個軍紀委嘅擴大會啊，就嗰一日第一次有人講，哇，兩個人冇出嚟，可能出事啦，嗰個係第一次講嘅啊。咁啊，而家究竟係咩回事呢？我就覺得有可能喺16號。都有可能係軍紀委開會嗰一日，因為好簡單啊！你睇呢啲消息就係好簡單，因為如果捉人咧，一定係用即係叫你過嚟開會，唔好防備啊嘛。咁啊，尤其係開一啲例行嘅會啊，每一年都要開嘅，每一次都要呢啲人要出嚟開會嘅，就冇防備啊嘛。咁你一過嚟，咁啊喺個走廊嗰度。因為你嘅警衛啊，你就算好多警衛，你有坦克乜係咪？你一入嚟開會，入咗走廊就要入呢個會議室嘅時候，你一定唔可以入嚟噶啦，你喺出邊啦，係咪？所以入邊10個人、20個人就搞掂你。就可以搞掂，都唔使帶武器，因為兩個老人家，一個76歲，一個62歲，係咪？即係唔使話要刀啊劍啊呢啲，其實要唔要咧？其實唔一定要嘅，係咪？十幾20個人已經搞掂，呢個係最簡單嘅一種方法，呢個最簡單。咁啊，但係有一個問題，軍紀委開會最有可能喺軍方嘅地方開，所以呢樣嘢咧就有呢個疑問，因為你喺軍方嗰度開，軍方係佢哋控制嘅地盤啦。如果萬一走火，係咪即係走咗消息嚇，俾人知道咗，咁就好麻煩咯。所以我而家睇嚟睇去，消息最講嘅最令我唔一定大家嚇信服嘅係就嗰日。4中全會中央精神學習班嗰一次咧，所有省部級啊，所有嘅呢個書記，所有嘅咩軍隊，所有其他人全部都要去嗰度開會咯。喺邊度開？喺中央黨校。中央黨校咧，而家當然就係唔係軍隊嘅地方啦，嚇，就係另外嗰個地方。咁就一早入會場之前，大家入會場啊嘛，就分開咁樣，即係接待啊咁樣，就將你捉咗啦。就最有可能係嗰個時間，嗰個係邊一日咧？20號。咁啊，到20號就開始傳出嚟啦，話兩個人被捉啦。20號係傳得最犀利嘅。咁啊，到25號。先至話24號，咁就已經證實咗，就幾日之間，呢個國防部個發言人就出嚟講啦，所以最有可能就係嗰個地方。我覺得如果係20號，當然都有人講佢哋兩個係分開捉嘅，其實分開捉啊，係呢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你知道張有客張振立有警衛。你捉咗佢嘅警衛一定知嘅。佢第一時間一定打電話俾張有客嗰邊嘅。喂，阿劉先生，劉振立先生已經唔見咗啦，係咪？即係好可能被捉啦。嗰邊可能就反應，反過嚟都係。如果張有客先捉一個人，過2日先捉另外嗰個人咧，都好有可能就即係有變化。所以
最有可能係兩個人一齊一次過搞掂。所以我睇嚟睇去啊，四中全會之前嗰一日我上次同大家講，我都有講過嘅，就話習近平入會場嗰個圖像啊，眼大煞氣。嗰一日我就睇，我就覺得係，因為之前咧係好冷，佢個顏色係好冷，但係呢一次咧係有煞氣嘅。咁當時我就同隔離嘅人話：今次有煞氣啊，係咪啫？係有唔同嘅感覺嚇。係咪嗰日咧？最有可能係嗰日。當然而家嘅消息傳得好多啦，即係話已經點呢樣嗰樣嘅，係咪講好多嘅？咁而家係咪幾千人被捉啊？如果係真係幾千人被捉，哇！呢件就大件事啦。呢幾千人捉林彪事件之後，都係幾千人捉嘅，但係嗰個捉咗嗰個人呢，都係半年一年嘅時間，冇咁快嘅。呢一個星期已經捉咁多人，哇！呢個好，我認為啊，就呢個係做得太急嘅時候，可能會出問題嘅。我覺得親信嘅幾十人有可能啊，但係後邊係會發生乜嘢啊？我覺得而家呢個，如果係你搞鬥爭嘅呢一批人啊，文革呢一批人係知道事緩則圓啊，有時啊你慢啲係反而更加有效果嘅啊。咁啊，但係而家仲未知啦嚇，咁我接住睇啊，係咪？呢個另外就係講北京戒嚴，北京軍人真係有裝甲車，有軍人好多，操嚟操去啊！最重要嘅地方全部軍人好多。而家有人傳出嚟話街頭啊有坦克出現，係重裝備出現嘅，話呢個係咩99式嘅坦克啊。咁啊好啦，你諗下呢個問題，北京如果真係要有99式嘅坦克，最有可能最快脆啊，幾日之間已經入咗去，唯有一支軍隊就係38軍，即係而家嘅82集團軍。82集團軍嘅老軍長就係劉振立。劉振立以前，如果喺呢個關鍵嘅敏感嘅時期，北京敢唔敢去動用38軍入北京呢？其實好危險嘅。你知道唔使咁多，一個連，因為佢係重裝備啊嘛，係一個有真係有99式嘅坦克，咩武警啊，咩公安部啊，你行開啲啦，根本就唔夠人哋打嘅，係咪？只要一個連長或者一個團長，就可能造成好大嘅問題嘅。你點知嗰個老軍長同下邊嗰啲軍官之間係咩關係？你點知下邊嗰啲人會唔會鋌而走險呢？所以呢樣嘢，如果係你將你自己擺喺北京最高嗰個位啊，你係唔敢調38軍入去嘅。如果真係38軍入去，咁啊佢要保護邊個呢？佢要做乜嘢呢？哇，好值得懷疑嘅。所以而家北京個，我喺網上面睇到一啲相啊，睇到一啲咩軍營啊、軍車入北京啊，或者喺北京戒嚴啊，有坦克啊，但係始終你好難證實係呢幾日嘅一個發生嘅嘢。有一啲嘢，譬如話喺街頭啊，一啲嘢。你明顯唔係而家呢個時間，因為你睇街頭嗰啲老百姓啊，行過嗰啲人着嘅衫，你就應該知。可能我估啊，睇起嚟係可能係93閱兵嗰時嘅事。所以而家好多人放料啊，放出嚟，唔係好似因為而家北京好凍啊，好凍嘅零下啊嘛。
你九三閱兵嗰時，起碼有10度、8度、10幾度，係嘛？所以係個服裝係爭好遠嘅，所以我覺得嗰個係有懷疑，係有懷疑嘅。咁啊，當然你睇下北京其他有咩比較異常嘅嘢咧？其實咧仲有一樣嘢係比較可疑嘅。呢樣嘢咧就係咩咧？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總參謀長，佢係直接指揮部隊嘅。苗華、李尚福、何衛東3個人落去之後，中央軍委除咗習近平之外，仲有另外三個軍委委員，一個係張又俠，一個係劉振立，另外一個張升民，3個人。即係差唔多所有權力集中喺呢2個人身上邊，佢哋2個落台之後，哇！呢個係等於全部嗰啲指揮系統全部冇咗嘅，因為你要換人啊嘛。咁啊，而家你睇到另外一個信號，咁啊，大家就會睇啦。個大嘅軍區、大嘅小嘅大嘅戰區、大一啲軍區，譬如省裏邊嘅軍區。軍種所有呢啲司令嘅嗰啲軍級嘅副大戰區級嘅呢啲單位，有冇寫文章堅決支持呢個習近平英明果斷嘅措施？有冇？一篇都冇，一篇都冇，起碼到而家仲未有仲未有。咁過多一個星期仲未有，你知道嗰個局勢可能有其他嘅問題嘅啦，係嘛？所以而家你睇下，我哋可以睇下呢一張圖啊，你知道呢個中央軍委嘅幾個人啊，呢個就係劉振立呢個何衛東大家都知啊，呢個係呢個係何衛東，呢個係張又俠啦，習近平、劉振立。呢幾個全部喺最前邊，犀利，2個副主席後邊嘅呢個幾個好犀利啊，係嘛？冇晒啊，剩翻2個人啦。呢個張升民同埋習近平得2個人而家喺度，其他都冇咗。呢樣嘢犀利啊，係咪？仲有傳聞啦。話呢個之前咧呢張相，話呢個係張又俠嘅住嘅地方。張又俠住嘅地方，話佢喺被捉之前公安嘅派咗一堆便衣，已經睇住咗佢嘅門口已經咁樣嘅。話呢一張相其實睇起嚟都幾得人驚嘅。第一，我唔知張又俠係咪住喺嗰度嗰個住嘅地方係咪張又俠嘅地方另外，如果係公安部派人去睇住軍隊嘅最高級領導人嘅呢個外邊便衣已經守住，其實呢樣嘢咧係打草驚蛇，我就覺得呢個有懷疑甚至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捉咗人之後係派人喺嗰度門口睇住，呢個係有可能。人已經捉咗啦，所以而家有公安部特勤局去睇住，因為佢哋係公安部特勤局係保衛呢個副國級嘅領導人噶嘛，所以佢哋係派人去係公開咁樣睇住。咁呢一張相咧，即係預防即係睇住係咪有人過嚟同佢聯繫啦，或者發生乜嘢啦，係咪？所以呢個咧，我唔認為呢個係捉人之前嘅一張相，因為捉人之前咧太 low 太低級啊！因為你捉人，你仲未捉之前咧，已經有呢個便衣喺度睇住，話呢件事咧就可能性唔係咁大。所以而家問題係而家不明朗。但係後邊咧，習近平掌握控制局面，而家臨時嘅局面控制局面嘅可能性比較大。
即係佢已經諗咗好耐，做咗好多部署，但係捉人咧係唔會俾人知嘅，可能得幾十人知道係捉呢兩個人。所以而家我睇咧就係佢可能會控制局面，但係呢個會拖一段時間。佢要完全控制呢個局面，可能會半年、5個月、半年起碼要咁長時間先至可以全軍控制局面。因為你所有除咗呢兩個人之外，你所有嘅指揮鏈條所有下邊嘅軍官都要去呢個審查調查，你係邊個嘅人，你係邊個調上嚟嘅，你同佢係咩關係？呢個一定要審查，一定要調查。所以後邊會發生乜嘢，而家未知嘅，因為你喺呢個調查嘅期間，會唔會發生其他嘅一啲嘢咧？因為中共軍隊同其他國家軍隊係有啲機制上面係有啲唔同嘅。中共軍隊係雙重領導制嘅，即係一支軍隊要調動咧，除咗軍令之外，仲有一個軍令係兩樣嘢一齊落嚟嘅，一個係軍事嘅，一個係政治嘅。如果你一個命令落嚟係一個司令一個政委兩個人簽名，咁下邊就會行動。如果一個司令一個政委係冇簽名咧，就下邊嘅政委就會打電話去 confirm 去確認嘅。所以佢呢個制度咧就係為咗唔會下邊唔會咧出問題嘅。所有嘅軍隊到年級100幾人嘅年級都有一個政治官員就係指導員嘅，仲有一個副指導員呢個係好犀利嘅。呢個係除咗中共軍隊其他國家完全冇呢一種制度。呢個就係保證唔會叛變。唔會叛變，唔會發生嘢，所以中共軍隊嘅叛變係比較難嘅，因為呢個係制度上面嘅一樣嘢嘅。當然後邊會發生乜嘢？今日先同大家講咗呢個傳言，同埋我哋分析咗而家呢個大部分呢啲傳言係咩回事？講另外仲有一個好大嘅傳言。呢個傳言咧就係 Wall Street Journal 發出嚟嘅。Wall Street Journal 犀利啊，發出嚟話張又俠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張又俠最大嘅問題係向美國佬洩漏咗中共最高級嘅核子武器嘅機密。哇！呢樣嘢係好犀利啊，好犀利。當然仲有話佢曾經喺小範圍開會嗰時鬧習近平。話你咁樣搞你究竟想點啊？你係咪想你信唔信？即係意思係你信唔信？我可以叫你走唔出呢棟樓啊！話呢個即係好似睇黑社會片咁樣呢樣嘢真定假？我哋唔知，但係我哋起碼知道一樣嘢：張又俠洩漏中共嘅最高級嘅核子機密。呢件事我係唔信嘅，我係唔信。張又俠係一個非常之保護中國共產黨嘅人，係一個好愛黨嘅人，愛呢個佢認為呢個國家呢個黨國係同佢係一體嘅，佢會將最高層嘅，即佢做軍人50幾年啦。佢16歲已經當兵啊，今年係76歲啊，已經60年啦，係咪？或者係呢個當軍人60年啦，喺軍隊嗰度由一個士兵一路升到而家上將軍委嘅副主席，而且佢係打過仗嘅，喺戰場上邊係做過嘅，所有嘅大部分陸軍做過，火箭軍做過，裝備部做過，司令做過，而家主席、副主席佢都做過。佢咁樣一個人，你話佢係洩漏一個核子機密俾美國，我係唔信嘅。但係問題，大家會睇另外一個分析，另外一樣嘢。Wall Street Journal 點解會發呢一篇文章？佢由邊度嚟嘅料咧？
呢樣嘢係比較更加有意思嘅。譬如話我而家攞起個電話，我話打俾Wall Street Journal話，嘿，我有料啊，我講俾你知啊，其實張若霞係咩回事，劉振立咩回事？你估佢哋會唔會信？佢會唔會登出嚟咧？當然唔會啦，因為佢好難證實啊嘛，佢入邊究竟發生乜嘢，佢唔知噶嘛。你一個人打電話嚟，我點可以信你啊？所以佢如果聽到一個消息，而且將佢發出嚟啦，當然好明顯。係呢個消息來源咧，佢哋認為係比較可靠，咁啊就係一個長期嘅一個關係咯。呢個長期嘅關係係邊啲人？中國內部嘅消息俾佢哋係邊啲人先至可以同佢哋咁樣建立呢？咁啊，當然就係大外宣啊，或者係呢個有可能係因為中聯部嘅人係咪同佢哋建立咗一個長期嘅關係？咁即係意思咩啦？我可以同大家講，當捉咗人之後，有人部署即刻放料。而家放料話張若霞同埋劉振立兩個人要政變，要殺咗呢個習近平。結果咧就係洩漏消息所以習近平咧反擊，咁啊就發合理啦，係咪冇問題啊嘛？張若霞如果係洩漏國家最高機密，咁啊我採取即時嘅措施係咪就合理咧？就合理咯，係嘛？所有呢啲消息其實都係俾習近平做呢樣嘢一個合理嘅一種解釋，同埋一個合理嘅理由。所以喺網上邊其他放出嚟嘅消息當然就係同呢個差唔多，咁高佢都放啦，其他喺網上面放嘅更加多所以而家嘅呢個你諗下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 呢個做嘅呢個係用咗大資源去做嘅，為就係為而家呢個時間係放呢一條料嘅，放出嚟做乜嘢咧？當然美國佬鬼理你咩？係咪即係你以為美國 Pentagon 呢個國防部戰爭部美國戰爭部對你呢樣嘢好重視？其實唔係好重視你呢條料啦。人哋知道你真定假噶嘛？係咪？人哋有冇攞到嗰個最新嘅核子武器嘅機密？佢哋唔知咩？當然知。所以最重要一個目標就係出口轉外銷。出口轉內銷，即係呢個消息要轉翻去中國大陸。美國情報人員已經講啦，係咁樣，所以習近平喐手係咪合理咧？所以呢樣嘢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噶吓。咁好啦，我哋今日暫時講咁多，我哋聽日繼續分析後邊會發生乜嘢大家記住鎖定我哋，繼續我哋一齊咧去睇呢樣嘢啦好，記得點讚記得 subscribe 分享，多謝大家，拜拜。